OK，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德信后港的德信跟我们分享他的体验。所以德信，我知道你入信已经有5年了，我也知道是后港的 Jack 折服你的，他是你的老板。那我也知道你拒绝了他很多次，所以你可以详细的跟我们分享吗？对，大家好，我是德信，来自后港。对，起初是 Jack 他介绍这个正法给我。可是那时候我就是有自己的信仰，所以我很快就拒绝了他。之后他也是借口还不停的就是折服我，就是花了3-4个月这样，一直不停的折服我。后来我才下定决心来开庙院试试看念经。那你第一次来到开庙院的时候是什么活动呢？第一次我来到开庙院的时候，那时候是2个小时唱题会这样子。说你唱了2个小时吗？还是？对，那时候我唱了2个小时，对。OK， 所以你在唱了2个小时过后，你有什么感触？其实那时候我的状态是就是有点头晕的状态了。可是我唱了2个小时过后，就是我们过后去唱了，就是唱题会结束过后，我们去吃东西。那时候我的状态就是头脑很清醒、很清晰，然后头晕的感觉也是瞬间没有了，就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那你有立刻受戒吗？那时候没有，我没有立刻受戒，我只是一个尝试的心态一个好奇心，想来念经而已。对，所以你还是有来开庙院对吗？可是你还是没有放弃以前的信仰，所以你两边跑。那你两边跑过后，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什么转捩点让你来接受一受戒？对，那时候我就是我没有放弃之前的信仰，然后我也是一直陆陆续续的来到这边念经了。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想可能我好像两边跑好像挺不错的，就是那边有修，这边也修，自己好像很有知识。其实后来发现，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两边跑，你会影响到你自己，就是你自己会乱的，连你自己也不会很诚心诚意的，就是修一个正法这样子，所以你的修行其实也是会不好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转折点出现的时候，让我放弃之前的那个信仰，是因为我公司犯了那个很严重的错误让公司亏损，所以我公司就是我的副总经理决定他要裁退我，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对，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转折点，我相信这个是一本尊的安排，让我看到我的那个夙愿我的夙愿。那你刚才所说的夙愿是你粗心大意的夙愿吗？对，就是我的粗心大意的夙愿，就是那种不专心或者是那种敷衍的态度，其实工作就是没有很认真的态度，那种敷衍，有做就好，过一天是一天那种想法，那种心态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才导致。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脚踏2条船，也是这边修一点那边修一点，也是让到我自己很忙，没有时间。这个我相信也是会影响到我的工作啦。所以当下要被裁员了，当然你会很怕啦，饭碗都要没有了。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怕，所以决定来180%的修行绿林大圣人的佛法吗？这个我相信有50%是因为这个怕，因为没有饭碗了嘛。我来这里就是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来这里是为了就是做工赚钱，所以如果我把我的饭碗敲破了，我就是也是挺严重我自己觉得。所以那时候也是到了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步了，所以我还是就是才放下我就是之前的那个信仰，然后才全心全意就是修行入园大圣人的正法。对。那你修行一心一意的修行过后，你看到了什么转变？就是我一心一意修行，就是早晚清醒都有做，尽量不要不做这样子。然后有时间我就唱题多一点，因为唱题是真的有那个力量在那边。
差不多1年的时间，我就看到了那个转变。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就是评估会，我们每一年我们公司有一个评估会啊，所以我的总经理我的副总经理他叫我进去，我们每个人会进去给他评估啊，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可是我的每一年的表现都是差强人意，都是你这个做什么错啊？你做几个错啊？为什么这样啊？就是一直会被批评。可是那一年我全心全意的修行过后，我进去的话，他是第一次称赞我，他说：“哎，德兴，哇，你有改变了，我看到你没有做错误了。”那时候我很开心，对，就是我的上司也是在现场啊，还有一个就是人事部的经理，他们两个也是吓到，就是因为我的副总经理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不会乱去称赞一个人，对，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很惊喜啦，我的改变了，对。我这样听了，你为你感到开心，就是我觉得人要变，人要改，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所以我也是每次看到直播，你有来到我们的早上情形。其实早上情形是我自己本身很想来的，可是就是一直被这个睡魔绑住。所以你有什么话要鼓励我的呢？我觉得就是对，一开始因为万事起头难嘛，就是睡魔的话，我相信我也是有，人人都有，因为睡觉真的很爽。所以，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来的话，你可以试试，就是逼自己啊。起初一定是逼自己来先来第一次，再慢慢就会有第2次、第3次，然后慢慢把它培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一旦你培养成一种习惯了，它就变成就是自然而然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苦了。对，就是这个是我的做法，这样子把自己就是起初是逼我自己做先，然后慢慢就是你变成习惯，你就会一直做了，这样子就好像当初我做早晚情形的时候，起初很辛苦，我唱题5分钟我就不耐了，算了，我就不做了。后来就是一直逼自己，就是OK， 因为它是很好的东西，所以我就是一定要做，慢慢做，然后到了现在就是就是可以做到，就是每天都有做早晚情形了这样子。然后对，然后我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也是会来早上6点半的那个跟个主管唱题了30分钟。对，所以刚才你有跟我分享到，你其实是住榜儿的，说你要几点起床？早上为了跟这个早上情形跟主管在开庙院，你是几点要起床？对，我住在榜儿，然后我需要搭第一趟那个地铁，就是我需要4点50分我就要醒了，这样子。4点50分，其实我还在睡觉，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根本就起不来。可是真的很欣赏你这个态度。所以你觉得，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鼓励我说，来早上情形一整天会很不一样的。那你的一整天怎样呢？对，因为如果我没有来早上情形，我就是过了一个可能就普通的一天了。可是如果我有来早上情形的话，我会觉得这一天呢特别有活力，就是生命的那个紧压提高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做跟主管做情形，跟我们在家里做情形真是有区别的这样子。然后因为开庙院也是一个它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环境修行，就是全心全意的做早情形。对，因为它这个环境很好，然后跟着主管也是对有这个生命力，对吗？生命力对，谢谢你。太紧张了。对，所以你觉得你修行过后最大的转变是什么？修行最大的转变，我说是本身我的自我的改变啦，就是之前不好的习惯我都愿意去改，就是自己会放下自己的可能自尊啊还是什么，就是放下心来一点一点的去正视，这个是我的错，我要去改变这个，就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不好改变。对，它会让我有一个觉察，我真的是犯错了，
所以我就是要改，因为我没有改变的话，我还在那个规律里面，我还在绕自己在绕，我走不出来，我还在犯错，就是它是一个规律来的，对，所以只有自己改变过后，自己打开了，我们才可以走出去嘛，就是看得更远，走得更远，变得更美好，最重要。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真是我自己越变越不一样，对。就是一直进步自己啊。就是我觉得主管经常有跟我们分享的，就是鼓励我们的指导，就是不要改变环境，而是自己改变自己，环境就会改变你。赞同吗？对，我非常赞同这个。对，因为自身的改变，就是你的环境、你的周围的人也是会因为被你影响而改变这样子。说你现在每个星期一跟星期五都有敲鼓，但你敲鼓，你以前有跟我分享过，你有一个阿弟来。对，那时候对，因为我记得敲鼓、打太鼓这个方面，真是要一个很好的生命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就是我工作上就是遇到很多烦心事啊，可能也是有跟顾客吵架，这样心情很低落，然后当天我就来到开庙院打太鼓。可是我那时候打太鼓啊，就是打完过后，有一个阿姨，信徒，她就走过来，谢小弟啊，你打的鼓我也听到我很烦恼你可以吗？然后那时候我就我很惊讶，我吓到原来我的鼓就是在愤怒的时候你打出来的鼓或者是很烦恼信徒其实他们都会感觉得到，对，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会准备一个很好的自己啦，就是打鼓之前我有个很好的状态，很平静的心去打，就是所以这个打太鼓也是让我越变越好了，这样子，对。但除了打太鼓，你也是有做一名纠察员。你说你在开庙院扮演这么多角色，是因为很有空吗？还是你一心真的很想来贡献开庙院的活动？对，其实纠察员这个职位，我之前那个安迪索恩他有就是邀请我来，我第一次是拒绝他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可能我没有兴趣吧，因为打太鼓我很有兴趣。过后他第二次邀请我来做纠察员的时候，我就尝试看有什么不一样。过后我才发觉到原来做纠察员也是挺不错的。为什么？因为纠察员你要很谦虚，你不可以有很大的那个自我啊。因为你要服务就是信徒啦，因为有些信徒会表达自己意见啊，所以我们要很谦虚的跟他讲，很放下身段的，就是它是一种修行啊，这样子也是一个很慈悲心啊。所以我做了过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做纠察员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对，就是你会放下身段，然后看到信徒来，早上好，下午好啊，你好，就是来这边有位置，这边坐了，就是你会很享受那个互动啊，这样子。然后当然也是你在保护这个开庙院啊，这样子在帮忙处理，它是一个很有意义啊，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个职位啊OK，so 在听到这个播客的朋友们，如果还没有在开庙院贡献的，可以来找德信，他会鼓励你太鼓或者是做纠察员来贡献。当然贡献真的是越贡献越开心，对吗？真的是。除了贡献，我也知道你在另外一方面呢有非常好的成绩，就是折服。你在去年折服了你父母，对吗？对，我在去年折服了我的父母，这样子。就是那时候是也是我的老板，他鼓励我，他说你的父母在马来西亚，要不要带他们来开庙院看看啊，照顾他们。后来那时候我也是下定决心啊，带他们来看看，来开庙院看看啊。那时候我妈妈来这里看了过后，她会觉得她觉得这个恋情好像真的是不一样了，因为有一位就是后港的信徒有问他，你感觉你孩子不一样吗？我妈妈那时候是讲，我孩子真的改变了，真的不一样，是他亲口这样讲啊，我也是有点欣慰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他看到我的改变，他才愿意接受正法，愿意接受艺术界了。对。
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是跟着一售价，对，很好。你也是有折服同事跟朋友对吗？对对对，同事跟朋友，对，就是那时候是折服日，就是我邀请就是我的印度同事来开庙宴，可是那时候我们有跟他讲，如果你有其他朋友也是可以带来一起啦。没想到他那时候又带了2个朋友，所以总共3个人呢。来到开面过后，由于那时候我还不怎么熟，所以哲普方面不怎么熟，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安哥 Robert， 他很慈悲，他就是很虔诚的跟我这个3个印度同事说，你们要不要接受一受戒啊？这个正法是真的很好，他很诚心诚意。后来我这个3个印度朋友就是同意了接受一受戒，对，因为他的诚心诚意也是打动他。然后那之后的折服日的那个环境也是很好了，这样子，对，所以我成功折服了他们。对，还有一个朋友是叫国华，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很好朋友，对，所以他本身就对可能修行没有那么大兴趣啦，不过他是相信佛，相信一本尊的。所以他那时候我也是跟着我的上司，就是一直不断的去鼓励国华，就是出来念经啊这样子。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他也是决定接受一受戒了这样子。所以你现在也是很努力的在折服你的朋友对吗？对，现在我也是很努力的这部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叫欧文啊，杨思文，对，可是他是确实是很相信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他自己也是有念，对，他每次我有叫他来的时候，他都是会尽量抽时间来，他都会很愿意来。有一次他还跟我讲，他讲我约他的时候，刚好他那时候他也是自己想来，刚好我又找他就是连接到了，对。可是当我跟他说到要一收戒的时候，他就可能那个时间那个点还没有到，所以他说还要再等等再看看呢，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我也是折服他蛮久了，可是我有时候也是会刀嘛，就是会情绪会低落，对，因为折服不到啊，我很用心，对，我还跟他一起去旅行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很想折服他。可是那时候有一个就是安迪书生，他就开导了我，我记得他是我的上知识，他说当初你是怎么接受一受戒呢？是你上司折服的你，所以他是不是你有马上接受吗？没有吗？OK， 我就跟他讲我的经历，就1年的时间我才接受一受戒，所以同样的，欧文也是那时候的你嘛，他也是要慢慢来，慢慢接受一本尊，然后等到他自己有跟一本尊的感觉过后，那个点到的时候，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接受一受戒，然后那时候我就好像心打开了这是很开心的。那你其实德信你入信5年了，折服了，我数不清了，1、2、3、4、5，折服了6个人，5年内折服了6个人。你也分享你的转变很大，从一个粗心大意的男孩到现在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稳重嘛，比较稳重开心吗？因为你在开庙院贡献的很开心。所以你当然我觉得你修行修到很快乐。那你有没有话想对折服你的 Jack 说的呢？我是真的很多话想跟他讲，感激的话啦，当然一时半会我讲不完，所以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板，不只是很好的老板，他也是很好的是我的恩人啊，我觉得，因为他救过我很多次，擦过很多屁股，对不起啊，所以就是我会更加努力了，因为现在对你最好的报答就是我要很虔诚的修行，还有在工作方面，当然我要很出色的表现我自己了，然后就是不停的进步提升自己这样子，然后在这边我要
很虔诚跟你讲，谢谢你，Jaco。就是 Jack 他没有放弃你，一直邀请你来到开曼园，使到你现在有这么大的转变。所以我觉得下一个播客我也可以找 Jack 分享他对你的看法。那有可能在听播客的朋友，非信徒朋友，他们还在犹豫要不要受戒，要不要来修行这个正法，你有什么话想鼓励他们的？我觉得千万不要犹豫，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尝试，因为这个正法不只是我自己改变的，因为这里开庙院有很多数不清的信徒，因为一本尊修行这个正法而自己改变，越变越好。当然身边人也会因为他就是信徒他们本身他们的影响到他们的周围的朋友越变越好了。所以这个正法是真的，是确切无疑的。所以你们如果有朋友介绍你们来开庙院的话，你们一定要试试念，就是你们尝试念，就是念唱题，可能一天唱半个小时，你唱1个星期，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就是这个是确定了呀，我就是那个证明。OK， 非常谢谢德信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很享受今天的播客，谢谢你。好，谢谢美萱。